俄罗斯找到证据，乌军或孤注一掷使用生化武器，这下美国该如何收场？随着冬季的降临，俄乌冲突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进入了平缓期。可是这个平静并没有保持多长时间。最近，俄军和乌军在顿巴斯地区又展开了激烈的交火。据俄媒报道，俄罗斯军队已经夺取了乌军防御重镇索列达尔地区，但是随后遭到了乌克兰方面的否认。但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同时也表示，虽然索列达尔市目前还在乌军的掌控当中，但局势已经非常艰难。在一些军事专家看来，一旦乌军丢失索列达尔地区，那也就意味着他们的防线被俄军打开缺口，后果将会十分严重。虽然说英国和波兰已经做出表率，表态愿意向乌军提供重型主战坦克，但是却依然无法解决乌军的难题。据媒体报道，英国政府虽然已经在考虑将挑战者2主战坦克提供给乌克兰，但数量也仅仅只有10辆。而波兰就更尴尬了，他们虽然愿意提供豹式坦克，但还要经过德国的同意。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舒尔茨政府未必会答应这个要求。眼看着战场形势朝着有利于俄军的方向发展，乌克兰很可能要孤注一掷了。据俄媒报道，他们已经找到了证据证实，乌军即将在战场上动用生化武器来对付俄军。俄媒塔斯社表示，乌军很可能准备对俄罗斯使用生化武器。据悉，在乌军公布的一则视频中可以看到，在乌军基地的冰箱里有着大量的银色罐装物品存放在其中，并且隐约可以看到上面标有字母 OB， 有毒弹药的标志。因此，俄罗斯专家认为，乌克兰很可能会使用无人机来携带这些弹药来对付俄军。通过对比和分析发现，这些生化弹药很可能就是被联合国化学武器公约所禁止使用的光气。乌克兰真的会动用生化武器吗？还真别说，可能性不小。毕竟俄乌间的实力相差过于悬殊，虽然乌克兰有北约的军事援助，但是在使用外力时会受到诸多的限制。如果他们想要实现从俄军手里夺回顿巴斯以及克里米亚等地区的目标，很可能会铤而走险，使用出一些非常规的手段。就是不知道面对俄罗斯拿出的证据，美国该如何收场。毕竟曾经美国政府曾义正言辞地指责俄罗斯有意在乌克兰使用生化武器，结果呢，现在乌克兰反倒被俄方抓到证据，让美国骑虎难下。一向自诩正义化身的他们，究竟会选择无视俄罗斯拿出的证据，还是对乌军进行指责干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